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怡元，今天可能会开启一个新的系列啦，就是我发现到有一些玩家的，他们会专门去问有一些统帅详细的内容，就是单一个统帅而已，所以我也是开始做这个题材。那其实其他主播也是有做这个题材的，但可能我们的想法有点不太一样，各位可以稍微参考一下。那根据我频道的传统，我们还是要先从骑兵开始。那今天我们先说一下亚瑟王。首先就是天赋点选，各位可以根据我这个截图做点选，但是各位也可以稍微调整一下啦，因为像我这边就没有点选到针对于工兵造成的伤害提升，主要是因为我每一次打的目标不一定是工兵啊，有可能是步兵、骑兵，所以我觉得点这个技能有一点浪费，所以我没有点到这个技能。还有一个天赋可能大家都不会去选啊，就是横刀立马，会觉得说啊，我打出去伤害之后自己受到的伤害又会提升，这样我还不如不要选，所以这边你们可以自己调整一下。至于为什么他的天赋要点到最后一个就是万水千山，因为他这边的伤害其实很少而已，有些玩家会觉得说有点浪费，冷却时间又有一点长，那其实这个技能会影响到亚瑟的第4技能，如果刚好可以触发到第4技能的话，就可以让对方的怒气减少，并且亚瑟的特点就是它可以多次的打出连击伤害，再配合上军旗的话就是锦上添花。至于它的技能方面需不需要卡呢？我是比较推荐大家能够觉醒就觉醒，就最好不要卡技能，因为亚瑟的觉醒技能有起到很关键的作用，可以多次的打出伤害。如果能够让亚瑟打出多次的连击伤害，就会影响到第4技能，可以让对方获得 debuff，并且打出1次连击伤害也是会恢复自己的怒气的，所以最好是把亚瑟给觉醒，不推荐去卡技能。接着搭配方面要如何选择呢？那亚瑟因为它是有2种伤害的关系，所以我们要分成做主将的时候还有做副将的时候。我们先说亚瑟做主将的时候，如果你们是选择亚瑟做主将的话，最好的推荐其实我会比较推荐威廉大于斐利。虽然斐利他的技能也是不错，也是有 debuff 也是有 buff 效果，但是如果你讲适配性的话，还是用回骑兵会比较好。并且根据我收集到的报告来看呢，其实用亚瑟搭配威廉出来的报告效果会比起用斐利稍微好一点，并且威廉也是不逊色的，虽然他已经是很久之前的统帅了，但是该有的 buff 跟 debuff 他还是有的，只是他的伤害会比较小一点，就是他的矩形范围就只有一个3公分而已。再来就是他的伤害会比较低一点，但是比较起斐利其实差不多了，2个人的伤害半斤八两。那当然第2个比较推荐的就是用亚瑟搭配斐利，不过你用亚瑟搭配斐利会有一个问题存在啊，就是这个队伍可能速度会太快啊，所以你们要适当性的去调整一下他们的速度。但如果你们用亚瑟搭配斐利来说的话，其实2个统帅都会有比较大范围的 AoE， 像亚瑟本身就有3星范围了，然后斐利的话就是整个圆形的范围，并且斐利的觉醒技能跟亚瑟有点相似，不过斐利是再次释放主动技能，那亚瑟算是现在拥有 AoE 的统帅里面伤害算蛮高的，有2800的伤害。如果真的斐利能够触发到他的主动技能的话，他打出去的伤害就会越多越痛，所以这个组合搭配起来其实效果是蛮不错的，但是重点在于斐利太过抢手了，他每个统帅都适合搭配，所以有可能比较多的玩家会选择搭配威廉。那再来如果真的没有前面2个统帅可以选择的话，其实可以选择搭配阿提拉，但是阿提拉肯定不是优先推荐，那阿提拉会比较容易搭配到亚瑟，毕竟他是普攻统帅，他的每一个提升亚瑟都可以用到，那也不是每个玩家都拥有阿提拉就可以选择搭配贝特朗，那贝特朗是真的没有的选的时候才选贝特朗，因为贝特朗他也是连击伤害统帅，也是有 AoE， 但是贝特朗的数值都卡在 KVK 2的时期，所以尽管你们拿来搭配亚瑟，可能他出来的表现不会比起前面那几位统帅还来得更好。那么亚瑟做主将的话就只有这几个选择，那可能其他玩家有不同的选择，但是我个人不太推荐了，出来效果没有这么好。那如果是亚瑟做副将的话，其实有其他更多的选择，因为现在比较多的骑兵统帅还是技能伤害统帅，就比如说最强的组合就是用霍去病搭配亚瑟，这2个组合搭配起来释放技能的速度比较快一点，伤害提升又比较多，尤其是霍去病他的技能伤害提升是真的很离谱的，可以减少自己的怒气需求，而且搭配起来这2个统帅也不会说太脆皮啊，霍去病还是有 35% 的防御力提升，亚瑟又有 20% 的生命值提升，可以说这2个搭配在一起就是最完美的组合。虽然霍去病没有 AoE 啦，如果有 AoE 的话会更加加分。第2个比较推荐的就是用贞德搭配亚瑟，
骑兵双 AOE 的组合，而且也是属于爆发型的。虽然真德它有一些提升没有这么好了，尤其是它的第2、第3技能的效果没有这么好，但真德最好的地方就是它有 buff， 还有再一次触发自己的主动技能。但相对来说，真德亚瑟这个组合会稍微脆皮一点点比较起霍去病亚瑟。接着比较后备的选择就包括司机亚瑟或者是项羽亚瑟。那我个人是比较不太推荐这2个组合，虽然是可以搭配在一起。像是司机的话，它的伤害太低了，没有太多的爆发，它只是3维提升会比较高。至于项羽的话，就是被融化的速度太快了，它的输出也不够。比较推荐还是搭配霍去病又或者是真德会好一点。那假设说你们是手头上有饰品的情况下，可以让刘彻佩戴，然后你们就用亚瑟王搭配刘彻，又或者用亚瑟王搭配白起，出来的效果也是不错的。至于装备方面，各位可以选择用攻击装，又或者是选择套装都是可以的。然后也有可能有一些玩家会使用毕业装啊。那装备上面会调整，主要是因为新版的水晶科技会提升生命、防御还有受到的伤害减免。所以个人选择的话，我会比较推荐用攻击装。至于饰品，虽然官方最近推出了新的连击伤害统帅饰品，但其实那个饰品出来的效果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啦，所以这个各位可以想一下，到底要不要去选择这个新的饰品。我个人会选择号角跟战鼓。我认为如果要把连击伤害的饰品要发挥到最极致的话，可能要等多一代，也就是新的连击伤害统帅出现之后搭配在一起，可能效果会比较好一点，比较容易触发。至于军器方面的选择，假设你们是有专属的情况下，其实用3线阵会比起用拱形阵还要好一点。尤其3线阵它有一个专属铭文蝴蝶针刺，可以完美的去触发到亚瑟的技能。像前面技能还有天赋中我有说到，亚瑟它的特点在于它可以多次的触发连击伤害，那它这个蝴蝶针刺就有发挥到很好的效果了。除了可以提升连击伤害的伤害之外，还可以提升亚瑟的觉醒技能概率。所以专属的优先推荐，我个人会比较推荐先拿到乐器、徽章、书籍，最后才是到旗帜。那有一些玩家他们会优先推荐徽章啦，因为徽章的提升效果会比较高一点，8%的连击伤害增幅。我个人是觉得乐器的提升会比较重要一点。那当然，如果亚瑟是作为副将来搭配其他的骑兵统帅的话，那就肯定是选择楔形阵了。楔形阵的优先推荐就是先拿徽章、乐器、书籍，最后才是旗帜。至于亚瑟王值不值得培养，以目前来说，虽然亚瑟没有一个完美的连击伤害统帅可以跟他搭配，但是以亚瑟的机制、他的技能、他的效果，还有包括他的 AOE 来看的话，目前来说还是比较值得的。以上就是亚瑟王的介绍，至于有哪一些错误或者是遗漏的地方，各位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